哟，二位客官，您这边请。花魁和朱您坐那儿吧。好不风流啊！啊，就是呀，千里追夫呢，真是一段佳话呀！来，哎，客官，您的酒。是司空师叔。老板，来张纸和笔，还有个信封。好嘞。你要做什么？给长风写信。长风？你们这位师叔，这位朱雀使不会叫司空长风吧？师兄听说过他的名字。这小子有出息了。哎，客官请。在外行游，喜闻师弟抱得美人，贺喜贺喜。师兄不日将归，喜酒无极，缺无不可。哎，帮我也加一句吧，就说缺无也不可。大师兄也要凑热闹？哎，破败小庙，些许缘分嘛。就这么写啊。你说有一位读书人为考取功名，想向他讨几杯喜酒喝。好，好，好。我就是怕他太着急，把喜酒给办了。我这辈子还没有参加过兄弟的婚宴呢。云哥的没赶上，长风的就更不可能错过了。等你好了，我们就回去。瑶儿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下午便找船出海。好。诸位，上面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小师弟，我就送你们到这里了。此次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次相聚。大师兄，这一路多谢了，保重。保重。师伯保重。保重。别看了，愿你归来，依旧是那个
意气风发的百里东君。风声过窗棂，江湖潇潇雨，星辰变幻烟波里。天下有几人可识君？好奇落座相逢且知己。瑶儿，待我策马长没什么，天涯人浪迹。就是想到了父亲。前路纵然如迷不停蹄，如倾城风已远远去。东君，我自小与父母分别，对于我父亲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。我只记得我小的时候过节，我想去街上看花灯，我父亲就和我佯装成普通百姓的模样，混入灯会。他会将我扛在肩头上，他的肩膀很宽厚，很温暖。与父亲的重逢真的太短暂了，像是一场梦境。你说，要是我早日打开那扇门，是不是就可以劝劝父亲了呢？瑶儿，对不起，我应该多顾及你的感受的。我们都会责怪心中的自己吧。不过，终究是要向前看的。到了，瑶儿，你看，东面的天空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星辰，瑶光。帝君，东升瑶光，西起帝君。暗潮停了。蓬莱岛，我终于到了，真是感慨啊！
莫一莫一前辈，前辈，许久不见了。前辈还是这般的风神俊了。前辈，你说说你，都40好几的人了，还顶着一副17、18岁的皮囊，羞不羞？你怎么不问问你师傅，100好几的人了，顶着个17、18岁的皮囊羞不羞啊？真是个不善良的小孩，难怪武功全废了。前辈不愧是神仙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怎么被废的？伤心事了，不提了。还是年少啊，这有什么值得伤心的？小百里，你练的内功叫什么？秋水诀。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径流之大，两寺主崖之间不变牛马。这的确是一门很厉害的内功，但还不够，还请前辈教诲。如仙见秋水，心生感悟，创秋水诀。可这毕竟是他的感悟，你练得再好，用得再熟，也终究逊色如仙几分。再者，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这本就不够。随我来。你师傅呢？我师傅出门远游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这怕是很难再回来。前辈此话怎讲？你师傅去了北面，极北之地。我师傅去做什么？那我来这里又是做什么？前辈，如今我武功尽失，你就别再说这种高深莫测的话了。武功尽失，又不是脑子没了。天外更有天，武之一道，所求无尽，所成亦无尽。越强的人，责任也就越大。北面的冰原，西面的荒漠，东面的无垠大海，南面的万众大山，人间绝境，四方圣人。总有一天，你也会去镇守一方的。我？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。越过石碑，你就能看见真正的绝境。天无尽头。以前的人留下来的是“天尽头”3个字，可我觉得，所谓尽头，不过是我们的目光有尽头，而并非真正的尽头。所以我便改成了“天无尽头”。那边就是另一个世界了。去吧。古籍《山海图志》里说，在天尽头，是一处深不见底的悬崖，缭绕云雾在那里汇聚，竟如海水一般奔流而下。急速的奔流燃起火焰，将整片天空烧得通红。另一本古籍《天风野录》里说，这天之尽头，每当有盛世来临，会有众仙来朝，万佛参拜，是绝世仙人之住所。我想，这写书之人一定来过这里。因为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云雾背后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
或许确是仙人佛祖，或许不过是虚梦幻影，又或许真的到了天的尽头。这不是我等可以探求的了。现在，你可知为何我说百川贯河还不够了吧？千丈云海奔流而下，光听声音，便如千万匹骏马踏碎荒原。假使这是一片无垠海面，一望无际，哪怕是用最快的船，日行千里，行上1年、10年，也无法看遍整个云域。世间万物波澜多彩。有太多未见过的景，未见过的物，所以说，只看百川归流入海，还不够。是极是极。秋水时至，河伯自傲，但是在这大海面前，却也只能望洋兴叹，更别提这无垠云海。可在这极景之下，也不过尔尔。内力没了，便重新再练。不是什么大事，只要你的路还没有走完，就还可以回头。只要路还没有走完，就还可以回头。如先见秋水入河，便创出秋水诀这样高深的内功。如今你见这极地绝景，是否也该创出更加高明的功法呢？你是说？光看这奇景，便能创出一套内功。可你看的不只是奇景，还有天道。未来的日子，你就在这石碑后，好好想想你的内功。前辈，你可是认真的？我当然是认真的。万物皆有道。你能临着天道锤炼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。好好珍惜吧。莫一前辈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观海，潮起潮落，真如人生。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温和有礼的人，妹妹随我一起长大，也曾天真烂漫。可能是人生太长了吧。走着走着，心就乱了。我们活在世间，或许一直在摸索自己想要什么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关系，但一定要清楚自己不要什么。抛下自己不想要的事情，一切事就会变得明朗起来。前辈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讲大道理的老师？我都有些不习惯了。唉，年纪大了，看到有缘的年轻人，便忍不住多说几句。放下吧。云哥，云哥，云哥，放下吧。云哥，
英哥，英哥！叶鼎之，叶鼎之！叶鼎之，你终于来了。不是你让我来的，说吧，什么事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好吗？叶鼎之，不然你就让我死！你以为我不想你死吗？所有参加计划的人都被我杀了。冲飞离死前为了保你，说这件事与你无关。他拿我当傻子。那你为何？因为需要一个傀儡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发现这样你会很痛苦。你不就是喜欢这种求而不得的游戏吗？那就好好置身其中，好好享受吧。叶鼎之，叶鼎之，你回来！你回来，放我出去！你回来！叶鼎之，叶鼎之，叶鼎之，你回来！天外天前左护法，紫衣侯紫雨霁；天外天前右护法，白发仙莫奇轩，恳请归宗。你们不惧？我本已该死，命是你救的，若你真要拿回，我有何惧？我没有救过你。我和齐宣叛宗之后，逃到那片竹林，发现那个小屋，而这东西就在小屋里找到。当时我伤重不治，是靠你的伤药，我才活了下来。更别说，还得到了燕灵霞前辈的帮助。虽然你不知道此事，但我和齐宣依然承你这个救命之恩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，你够强。唯有真正的强者，能带我们走出这片血源。我们坚信的，唯有这手中的剑。
是要回宗吗？怎么不走了？谢宗主。这只是一个局，不够强，就只能做棋子。所以我的父亲被诬谋反，满门抄斩，所以我的妻子几次被人夺走，始终不得安宁。从今往后，我不要再当局中的棋子，我要做下棋的人。棋局，棋子，你一定不是甘愿的。就算身在局中，我也要破了这局。我不放。何苦呢？你不放，心魔就会缠着你，他缠你一日，你就一日不得寸进，不得解脱。我说了，我不放。这么久了，你每天都在想着那一日。可那日之事已然发生，一切已成定局，你不放又有何用呢？是谁说一切已成定局？只要没走到我百里东军要走的路，一切便还没有结束。可我的路已经走完了，走到这里，我心甘情愿。不要再困在这里了，没用的。放弃吧。不，若放不放弃都没有差别，你为何会让我放弃？云哥，你回来！永别了。云哥，你给我回来！不错，莫一前辈，如何了？这一年里，我丹田内空空如也，但是今日，内力如海水般涌出，充盈了起来。你已观想了1年，有此进境，不奇怪。可是想通了？我要回去，把他带回来。若是他不肯跟你回来呢？那就和他讲道理，讲过他了，然后带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有志向。莫一前辈，怎么听起来像是在骂我？不过，先不着急。比起去找他，我现在更想先洗个澡。
快哉快哉！前辈说秋水入海不够，我觉得这片云海也不够。那什么才够？天，只有这片天才够。我的内功，名垂天。来，谁让你把胡子养这么长的？瑶儿，你说我在这石碑后面，似乎没有了时间的概念。我这一去都1年多了，却感觉只去了几天，唯独这脸上的胡子没有骗人。不过，倒是也算有收获，我练就了属于我的内功，名垂天，是不是还不错？是，就是这胡子要是更干净一点，那就更不错了。哦。别动，不然一会儿真刮到脸了。嗯。凉风出现，燕雀切切穿林间。这夜云烟，恍若大梦还未觉。原是良辰好景万千，独行无非眼观沧海化作桑田。直至一红叶，缱绻了流年，才叫人叹风月。悲欢若昙花一现，伴无声擦肩，奈何一瞥，几封口香心弦。难辨所思所见，四季与镜花水月掌中霜雪。偏遇是一双眉眼，心事红莲，只度日如年。难解所系所恋，此心间拨弄千千结。只待月半明，世人如约。百里东君这小子，刚刚竟然入了一瞬的神游玄境，倒是有趣。可惜只有一瞬。莫一前辈，我们也该走了。等我把叶鼎之从天外天带回来，便叫你来雪月城尝尝我酿的酒。我们到时候再见。希望还是不要再见了。都说仙人太上忘情，前辈可真是绝情啊！若你再次见到我，一定会后悔今日所说的话。
原本以为你被叶鼎之吸走了内力，我还有些担心，却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恢复了功力，还变得更强了。但让我感到最开心的是，你又恢复了往日的义气。师兄呢？这2年可好？好，也不好。怎么说？说来话长，进去说吧。外面那位，就是百里东君。那我一会儿可要好好瞧瞧他。姐姐，我拿着你的信物去了秀水山庄，也做了师父的弟子。从今往后啊，你可不能再叫我姐姐了，论辈分，得叫我师妹。落霞姐姐，你就别打趣我了，打趣你多开心啊！哟，百里公子久仰大名啊！哦，没想到我不在江湖1、2载，名号竟还如此响亮，惭愧惭愧。可非此名啊，而是姐姐。师父，坐吧。师兄方才所言何意？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？是你最不想听到的那个名字。是叶鼎之。没错，半年前，北离西北面突然冒出一股势力，将边缘上的各大宗门都整合了起来。他们行事乖张狠戾，被人们称作魔教。他们不断骚扰我北离的边境，于是，北离便派出一些高手前去抵挡。他们都不是对手，因为不知他们的底细，所以不敢贸然行动。直到上个月，江湖上3名德高望重的宿老潜入魔教，他们准备一举拿下魔教教主的人头，想让他们群龙无首。他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，但却没想到。没想到，他们没有死，而是活着回来。北离江湖还没来得及欢悦，便发现这3位长老虽然仍吊着一条命，但全身功力竟都被废了。他们说重伤他们的人，正是魔教教主，他叫叶鼎之。东君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云哥。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的。轻轻微风绕心游弋，听波般忽泛涟漪，人教春泥。只听枝桠攘攘嬉戏，在风下喃喃细语。月下描摹花